在谈葡萄酒的时候呢，我常常在写酒评，会用青草味来描述一些比较年轻的葡萄酒，白葡萄酒或者是红葡萄酒，特别是白葡萄酒里面的比如说Sauvignon Blanc 白苏维浓，或者是 Sauvignon Blanc 白苏维浓，或者是Cabernet Sauvignon 就是苏维浓红葡萄酒的苏维浓。那什么叫做青草味？这边我还可以顺便带一点有关于橄榄方面的知识哦，因为我说过了，橄榄油我也会讲，虽然它不是本篇要讲的重点。填土之道哦，有道理，李是李明的李，好，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我发觉用一些比较短的这个篇幅来谈有关于这个餐酒的问题呢，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聚焦，然后把我要提的这个重点放在前面讲。如果你要了解细节，就要看到后面一点点，但是其实也不会拉得太长哦，就是说可能15分钟、20分钟把它结束，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比较刚好的。利用过年的时间，我就来做点尝试嘛。因为现在人数快要慢慢逼近2000人了，所以有进步，那我就做一点改进。所谓的青草味哈，当然不是说你在酿葡萄酒的时候你丢青草在里面嘛，但是在酿葡萄酒的时候呢，的确你是有一些比较稍微粗制，就是说比较随性一点的做法的话，可能是在酿酒的过程中，把葡萄丢进这个破皮，然后丢进这个破皮或压榨之后，把它丢进这个酿酒槽里面的时候，它是可能连树叶的、连葡萄叶、连葡萄梗都会丢进去。虽然不是一大堆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区分没有这么的细致。当然，这个就是可能也包含价格的不一样的所在，因为你如果要把那葡萄跟那叶子那个梗啊分得清清楚楚，那需要人工嘛？那需要人工的话，人工是什么？人工就是钱啊。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呢，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那个葡萄呢，买了葡萄回来之后呢，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不一样的习惯，我们家就是洗一洗，了不起就浸一浸一串葡萄去浸一浸，或是用手把它拔下来这样浸。可是这样拔呢，很容易会什么？很容易你拔那个葡萄果会破掉，就是有一点比较粗制在酿酒的那种拔葡萄方式嘛。但是我这个女朋友这是她的家教的问题。她的葡萄拿过来之后呢，还没有浸泡水，还没有去不管用什么那种特殊的那种水啊，或者是加清洁剂什么去洗这葡萄的时候呢，因为葡萄其实通常都会撒一些农药哈。当然，他们果农在采的时候都是等到农药过了之后。这一点在酿酒葡萄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不晓得，但是我保留，因为葡萄酿酒葡萄这么甜，我实在很难想象完全没有任何的药剂的使用，除非那边的虫特别的乖。我这个朋友他是葡萄拿过来还没有洗之前呢，他们家的传统是葡萄串会放在桌上嘛，一个盘子上面，他会拿剪刀，他们家有专门的剪刀，就是把葡萄串拿起来，一个一个去剪那个葡萄下来。剪葡萄下来不是剪，它是假定葡萄这么一颗，上面总是会有梗，对不对？它是
剪上面的梗的位置，也就是说每一个葡萄枝上面还有一个小梗，它会留着。为什么？这样你的葡萄就不会破掉。然后把它剪下来弄成一盘之后呢，再把这一盘拿去用，不管是他们那种什么水啊，那种反正特殊的水啊，或者是清洁剂去洗干净之后，再用水冲泡一阵子之后呢，再把水冲干净之后再拿出来给你吃。这时候呢，坦白讲，你可以葡萄可以抓着那个饼这样直接就这样吃，葡萄皮也可以吃哈。这种就是家教好，或者是说从小家里对吃就比较讲究，或是对健康比较讲究。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怎么那么麻烦？可是那种感觉就像他觉得做这样事是应该的，因为我吃他也吃嘛。那不禁让我想到说，有些女孩子不愿意剥虾，只是男生剥虾子要给她吃的。当然反过来的情况也有了哈。你说他是爱也好，你说他是习惯也好，都有哈。那回过头来讲葡萄的部分，就是说，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要处理的比较细致的话，当然就是很要人工去介入，那一定是要花很多钱的。其实开公司酿酒一样的意思，就是只要扯到人工呢，一定是最花钱的部分。人事成本一向是占公司里面很高的部分。反过来讲，就是说，一旦你的公司运状不好的时候呢，砍人是最简单的方式了。这个在国内外都一样了。砍了人之后，多少你的业绩你的成本就下降了，你的业绩就算再怎么不好，就会凸显出说，我现在的这个本年度的状况还不错。这一点在外商会更明显。因为外商我想外商不包含日商哈，日商以前还终身雇佣制，台湾其实一般对员工也都是比较倾向于调整工作，或者是尽量去冲业绩出来，而不是换了一个 CEO 第一件事是砍人的问题，这样就是短期之内就会很快就效果出来。问题是如果你有当过这种主管的话，你就知道砍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很困难，而是说面对人的时候，有时候像朋友一样，你就很难去开口。我以前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尽量帮这个人找到，如果不能在我这个部门生存的话，就是在另外一个部门能不能生存。然后跟对方谈，去教他新的东西。人要保持一个弹性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对。那你开公司的当然是选择在你了那回到葡萄本身的话，就是说，因为你在处理过程中呢，你可以很仔细处理这个葡萄果，然后去酿造。这个酿造细节我就不讲了。那红葡萄浸皮白葡萄可浸可不浸，那可以割破一点，然后直接让葡萄汁就去发酵，或者像红葡萄一样，它割了之后，它是不是直接会浸皮，会浸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不一定就看你要萃取的那个色素，还有它的单宁有多强，包含果香的部分，然后在这过程中你要低温，然后让这个香气不会被破坏掉。可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葡萄果上面，就是不管白葡萄酒或红葡萄酒，有一些特别是比较新鲜的葡萄酒呢，就出厂年份没有很久的呢，它往往会有一些葡萄啦，不是往往有一些葡萄会有一股特别浓的那种类似青草的味道，即便是它是可能它是很仔细去处理这个葡萄果，所以那原因不见就是说。在梗或是叶子所带来的那种气息呢，其实是不是主要的原因，甚至它不算是原因除非它真的叶子真的进了很多在里面，但是一般我们喝葡萄酒不是喝这种型的。那些那种所谓的气味从哪里来？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气味的特别是在白葡萄酒上面。红葡萄酒呢，基本上如果我们闻到这种青草气味，
有人会形容它是一种青草啊，或者葡萄梗啊，或者是青椒哦，特别是在 Cabernet Sauvignon 这种就苏维农的这种葡萄上面的时候，我们会用这种名词来形容，意思就是说它比较偏向讲蔬菜插可类比，但是它是属于蔬菜中叶子比较粗的那种草味就是那种闻起来像草的味道。但是我们要知道任何的味道，任何的气味呢，你说哈密瓜有哈味，哈味你什么意思？那你讲说那是一个，当然是开玩笑的讲法。你说它有哈密瓜的味道，什么叫哈密瓜的味道？什么叫青草的味道？青草也有很多种啊，所以你会解释不清楚。就是这样写，只能让你联想到它有瓜果的味道，哈密瓜的味道。可是瓜果也有分小黄瓜那种瓜，比较青色的瓜，也有那种很成熟带着甜的那种的，就是所谓的哈味嘛，哈密瓜的味道嘛。苹果有青苹果，有红苹果的味道，熟苹果、黄苹果的味道，其实这味道是不一样的哈。各位如果仔细去分辨的话，简单讲，一个果实都会有比较青涩的味道，或者是比较成熟的味道，这个在葡萄果上面也会有。所以，我们今天喝到了，不管是白酒或者是红酒，如果说它会有青色、青草啊这种叶子的味道等等的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类在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可能葡萄果没有那么的成熟。没有那么成熟的话呢，就是说它没有成熟，葡萄没有成熟也是青的即便它是红葡萄，它也是青色的或者是说它转变成紫红色的那过程中，那个不是那么的完整，所以那个味道会保留下来。那青葡萄就更不要讲，它就是更明显的会有那种青草的那种所谓的那种青草味。你要形容它是青草啊，或者是芦笋啊，或者是什么叶子的味道都可以，甚至所谓的白苏维农 Sauvignon Blanc 这种所谓的，我们一般会有人用猫尿来形容，我是没有闻过猫尿，但是其实对台湾人来讲，最常讲的是应该是芭乐的味道。青芭乐、土芭乐，以前有一个法国人来就是很多人一起吃饭，他们讲猫尿，因为芭乐在法国应该是不常见或是没有吧，那是属于东方的水果。你形容猫尿不好听啊，我说那芭乐味道。后来我请他去那个，就是说有空的时候去市场去看一看那种芭乐的，那台湾一年四季几乎都有芭乐啊。或者你摘那个芭乐叶来闻闻看就知道了。他一闻，他说：“哎，这个真的很像 Sauvignon Blanc 的味道，白苏维农的味道。”所以这题外话啦，你也不用去买什么酒鼻子，酒鼻子就是各种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他那种各种气味的一个 sample 样本。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要写这个酒瓶，是要写给这个。台湾的人或华人的世界人看的话，你尽量用一些本土的，或是在东方世界里面有的这些东西来做比喻，这样会比较容易让人家了解。即便它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葡萄酒虽然是比较偏向寒的，葡萄虽然是偏向温带的水果，但是它发酵生产的香气呢，很多是属于热带的水果的香气，所以呢，我们又身处于亚热带，然后靠近热带，所以你用属于我们这边的味道，比如说荔枝，这种形容会更精准一点，然后不要你去买酒瓶子，那个就是国外的味道嘛，那你写了半天，我还看过有人写说什么。早期有看到有人写像猫尿，难道我要去闻猫的尿的味道吗？哪一种猫？我想不一样的猫的尿的味道也不一样吧。或者是有人写有石墨的味道，或是
什么大理石的味道苔藓的味道，或者是铅笔芯就是石墨的味道。你写了半天，人家看得懂吗？人家能够体会它的什么味道吗？而且那种名词呢，那种形容词、那种名词呢，对于这种亚洲人来讲，有些比较偏向负面，就是它不是属于好的味道的。那你写的再怎么准，那个都没有用。你不要忘记，你在写酒瓶的时候呢，通常会让你花时间去写酒瓶的，一定是至少要有某个程度的东西，不然你好久都喝不完了，你还帮这个你觉得不怎么样的酒去写酒瓶，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写完了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啊。所以第一种是属于葡萄比较没有成熟的时候，那种味道可能就会留下来哈。其实任何的水果没有成熟都会有那种青涩的味道哈，不管你怎么去形容草叶或者什么的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你也要记住哦，青苹果很轻的青苹果跟很轻的柳橙跟很轻的芒果，它的那种所谓的青的味道还是不一样，因为它还是会有水果本身属于它的特性的某些物质，化学物质。其实这所有的味道都是某些化学物质的味道。那个最有名的不是我们讲砒霜有一股杏仁味，杏仁味我们如果不讲砒霜，如果讲杏仁味，你觉得杏仁味是好味道还是坏的味道？杏仁是养生的东西啊，我们会觉得它是好的味道啊。你不要讲砒霜啊，你拿一个那个桃子，各位，如果是爸爸妈妈的话，可以玩这个游戏，买那个桃子回来哦，水蜜桃啊什么的，果核比较大一点的那种，为什么？比较好磨。你把那个水蜜桃吃干净之后，剩下那个果核了。就是它像一个橄榄球一样嘛，橄榄球就是橄榄球一样，你把它抓着拿那个磨指甲的好了，以前有磨石器石头那种你现在用磨指甲的好，磨，这一面磨完再磨另外一面，这时候那个本来圆圆那个就有点像金米扁平金米一样，这米这样然后会被筋成这样子，就是两边没有去碰到，但是这边两边。这个左右两边比较碰的地方会被你这样弄，这时候你把它打洞，就把它穿洞，打一个洞进去了，把它里面的果仁，这是果实嘛，里面的果仁把它挖出来，桃子的部分你把那桃子的那果核的果仁把它挖出来，那果仁闻起来它是白色的通常都是白色的那果仁闻起来就有一股杏仁的味道。可不可以吃我不晓得，小时候我们不会吃那个东西，但是应该没有毒吧？有毒他会警告你。但是我小时候因为花莲人乡下人没什么玩具不知道谁发明，反正就是以前大哥大姐教我们的父母教我们的那把它吃完后去磨那些东西蛮有趣的，小朋友精力无限磨一磨之后，磨出来了之后把它打洞，打了一个就小小的一个洞然后能够。用东西去把里面那个勾出来，勾干净之后，再把它洗干净、晒干、晾干，这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好像有一个眼睛一样，只是它的瞳孔比较小，也不要太小大概差不多可能2厘米左右吧，那种大小。这时候呢，你把它拿起来放在嘴巴里面吹，要有一点技巧。你这样吹呢，它可以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它可以变成像笛子。或者是像哨子这样的声音，你一吸一吹，一吸一吹，它会有声音。那随着那孔洞大小或音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吹的气或吸的气，那个强度不一样，那声音也不太一样。我们小时候拿这个来玩的，你看，什么都是玩具啊。那时候那个年纪就是这样，然后每年都会做一些起来，可是现在都不见了。但是你如果现在要玩，还是可以玩这些东西啦，只是那个吹起来，自己觉得有趣，我爸妈觉得很吵，因为那声音很大声，哔哔哔哔这样叫。任何东西都有，年轻都有它的味道，所以这种所谓的草或者是比较就是不成熟的这种气味，它会留着。另外的话，就是说，即便它成熟，它可能也会有这个味道。那就是那种味。那个意思就是说，它虽然成熟，但是
它天生这个果实里面，比如说葡萄果 Sauvignon Blanc，或者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苏维农Cabernet 的部分，或者甚至某些意大利的土葡萄的品种，西班牙的土葡萄品种，它都会有这样的味道。我个人是觉得这种味道在葡萄酒里面呢，有些人会把它，特别是红酒，会把它归类为是比较年轻的味道，意思是说它可能还不适应。可是，在白葡萄酒呢，或是在一些所谓 indigenous， 就是那种原生葡萄品种，不是国际品种，不是 Merlot， 不是 Cabernet Sauvignon， 不是 Shiraz， 不是 Pinot Noir 这种放眼世界都有在种的品种呢，属于当地的土葡萄的品种呢，它常常会有这些，因为它没有改良过，它就比较常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草香，它有很多种变化的味道哈，但基本上就你可以把它想成绿色的味道，这样讲懂吗？绿色的味道。所以呢，那究竟这是什么东西？我讲过了，它绝对不是说天外飞来一笔就产生了，它是属于某种很特殊的性质的化合物的味道，一个化合物，一个分子，一个化合物的味道。那名字很长，英文很长，我也不会念哈，我不会把它贴在我的那个这个影音档里面的这个说明栏的位置，你可以试着去念了，但是我念不出来了。但是简单的讲，就是说，因为他连那个化学那个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个字也是我没有看过的字，那我查了一下，他简单讲就是它有很长的一串名字，但是我们说起就是那个叫做比琴什么哪一个比哪一个琴呢？我真的写不出来，去看那个说明栏比琴。这边我突然想到萧美琴萧美琴的英文名字，我们副总统叫 Bikin 萧Bikin 其实是闽南语 Bikin， 我觉得这样不错，那我也来把我的名字改成用闽南语来发音好了，好像这样会比较特别，不然我的名字念起来，外国人念3个音念起来，他们都会觉得差不多，所以 Bikin 不错。那这种化合物叫做比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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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但是你可以简称为比琴。那比琴这种物质呢，在白葡萄刚讲到一些品种，或者是红葡萄，比如说 Sauvignon Blanc，或者是一些比较小众的葡萄上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闻到了这种物质呢，它基调就是这个东西所产生的。那至于说呢，它跟别的化学物质的那种味道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 mix together 合在一起的，所以你闻起来，如果你能够分辨，都还有点草的味道，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物质为主，当然你还会有其他的味道哈，所以这是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某些葡萄酒会有一些草的味道。同样的道理哈，某些清酒也会有这样的味道，不过它的味道呢，并不是米上面原来就有的，而是发酵过程产生。刚刚提到的葡萄酒也有可能是有发酵产生的这样的味道，但是其实发酵过程是很奇妙的，它产生的不要只有注意到酒精跟这个二氧化碳还有热，它的香气物质是我们虽然用香气物质一笔带过，但它可能是很多样，而且发酵是可以，我记得是10几个层次，不是只有化学式写的左边画一个箭头，右边产生什么，那是已经在简写再简写了。其实任何物质的那个化学反应都是一关一关一直过来的，只是这个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没有必要去注意到这么详细的东西。发酵也是，你写这样左边右边，可是事实上它可能经过10几种发酵，10几种的进程，那这个每个进程里面呢，都会产生不同的香气物质，有的会留下来，有的会消失，有的还会跟另外一种东西结合，产生新的味道。所以你在发酵过程中，如果比如说30天的发酵，
其实就好像30天的成年一样，那种感觉就是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物质。当然，最终还是会产生酒精啦，这是我们要的。而且，即便酒精也有香气乙醇也是有香气。那即便是醇类呢，也不是只有乙醇，它也会产生一点点甲醇啊、丙醇啊什么醇的，但主要是乙醇为主有关于香气的部分，我就讲到这里，因为我希望能够结束在25分钟、30分钟左右那这题外话讲了一点，就是说，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一开始开头我就提到橄榄的部分嘛，请注意这个橄榄跟这个橄榄树跟这个我们什么小叶橄榄、大叶懒人树什么那个不一样，或是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长出来也是橄榄这样一颗绿色的这样但是那个橄榄是就是我们在吃那种干妈点嘛，那腌制的那种橄榄那种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也叫橄榄，但是国外的所谓 olive olive 呢 olive oil 就是橄榄油这个东西，他们的橄榄是不一样的，那个品种是不一样的东西。我自己门口就种了一颗橄榄，我去买的。那这橄榄呢是真的橄榄，不是台湾的那种橄榄，然后叶子是比较绿色，比较小片因为我之前去过 Toscana， 我开车这边经过，看到很多橄榄树然后橄榄结在上面，我也有看到。那种橄榄呢，基本上以后我会花时间解释，但是我也可以先跟各位讲，其实橄榄油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我有花时间去看的一些资料，而且之前在我们海恩的团体里面，我也介绍过，花了很长的篇幅介绍过橄榄，然后我试过非常多的橄榄油啦，不是橄榄。然后那橄榄油呢，一样是越新鲜越好，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extra virgin 的这种 olive oil， 就现磨的那种 extra virgin， 有 virgin 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嘛，初榨橄榄油嘛。然后最好是用石磨，而且低温去磨，这样才不会破坏油的那种香气。那某些橄榄油呢，就闻起来会有一股青草味，甚至有点辣味，有点青草味，或者是一点青的番茄的味道，或番茄叶子的味道。你如果没有闻过什么番茄叶子的话，去找番茄也很好长，买一颗番茄撒一撒，在家里那盆栽就可以长出一堆出来了。番茄是小时候我看到大，那有时候菜园里面都一堆那这种橄榄那产生的那种青草味、橄榄番茄青番茄的味道，什么味道？其实它一样也是含有所谓的吡嗪这种化学物质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化学物质呢，它也有存在橄榄里面，然后也有存在这种葡萄里面，甚至某些果树上面可能也都有。它不是一个很稀少的物质。那我们闻到的气味就是来自于这种所谓的吡嗪这样的东西，就好像如果你把葡萄酒放久了，黄酒放久了之后呢，清酒放久了之后，那古酒或者是氧化过的酒都会产生一种叫做葫芦巴内酯的东西，它是酯类，但是葫芦就是那个葫芦嘛，巴内那个巴是反正巴那是翻译的问题巴内部巴哥的巴内部那葫芦巴内酯，这也是一个化学物质，它就会有一种那种代谢的那种，反正我讲绍兴酒的味道，你闻到就知道嘛，花雕绍兴酒类似这样的味道。然后这种味道呢，在清酒的老一点的清酒会有，在这个Jura 就是法国侏罗区在靠近法国的中间右边里昂在右边过一点那么一个侏罗区呢，它用一种特殊的葡萄名字我忘记了，是不是白葡萄？它在酿造的时候会留那个空间就让那东西去氧化。成年的时候啦，然后这个成年之后，那个酒就有点黄黄，所以那边那个区域叫做黄酒。黄酒跟我们用谷类酿造那种黄酒一样，就叫黄酒，只是它是用葡萄去酿造的，然后闻起来、喝起来也是有那种绍兴酒那样的味道，只是它是水果去酿，所以味道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然后同样用水果酿造，有产生葫芦巴内酯的这样子的黄酒味道了。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雪莉酒，干的雪莉酒 ，dry 不甜的雪莉酒。
它有分什么 Oloroso 啊、Montelado 啊、Palo Cortado 啊这种等级的东西，以后我再介绍。雪莉酒是我最喜欢的酒之一，好，最喜欢的酒了，因为我觉得这种酒以大餐来讲是非常好用的酒，非常非常好用的酒，而且它喝了就是它像邻家女孩一样，初看觉得不够华丽，可是你喝酒之后会觉得这个酒真的很适合，所以我以前有团体的时候3不5时我就会办雪莉酒活动，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喝雪莉酒，我希望收一些雪莉酒起来，因为雪莉酒比较不会坏掉，就是即便它是那种Fino 等级的没有变色的那种酒，然后它只要不开瓶放久了之后，它基本上的颜色还是顶多是有一点点苹果的浅浅的苹果黄而已，但是呢喝起来还是很好喝。搭 tapas 那种意大利不西班牙的那种小点小的那种 tapas 嘛，就是小的这种小盘的食物啊、海鲜啊、腌制品什么都很合适。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没有做一定的那个写好，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东西待补啦，比方讲上次讲清酒的酸度、葡萄酒的酸度，葡萄酒的日本酒度最重要的我还没有讲呢，我没有讲，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它为什么会这样子，请待我慢慢道来，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现在对还不到2000人，快要2000人了，希望能够赶快冲到1万人，至少会让我觉得这个做这些事情是有一个除了理想性之外，也会觉得被肯定。其实我的文章已经很多人肯定了，但是弄这个频道可能我没有把它弄得很 fancy，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看他不会去看到最后。但是你看我现在讲到最后面这一段了，你如果耐着性子看到这里，你就知道我提的东西不是只有一开始提到那种味道的问题，我甚至已经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香气，甚至连橄榄油、清酒Jura 就是那个侏罗区的黄酒，这些我都已经有提到了，没有太深入了，但是至少让你有点了解。其实酒到后面呢，很多东西都很类似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些东西都要有基本的知识，甚至有更深的知识，你才能够融会贯通。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新年快乐，初三。